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仿制创世纪2的尹忠，这个家伙是不是狮子我不晓得，但是我晓得这个家伙一定是个90后，好吧？其实这就是被洛克维尔孵化后产生的变异才变成这般模样的。个人感觉尹忠是创世纪2众多新生物中最全面、最酷的生物。尹忠的每个技能也都十分有趣、有特色。当然，作为从来没有见过尹忠的生存者，并不知道这些，所以他们决定6个人组队出发到孵化生态圈探索寻找尹忠。尹忠的刷新数量并不少，他们6个人很成功找到了尹忠，但是呢，他们也成功失去了狮子妹。还是驯服方法都具有一定特色，尤其是他们那个可以击落骑士的特色突袭控制技能，这让众多的玩家的驯服过程十分的痛苦，并且这些突袭还可以空中制导。再加上尹忠属于群居生物，和狼群一样拥有领袖 buff 的加成，这就让那些没有战斗力的玩家处理起来十分困难。目前已知清理这些尹忠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用捕获网将尹忠给困住，然后清理掉他们。最好使用2代的剑龙，它可以很好的保护骑手。驯服了尹忠，首先我们要为它准备食物。就是妹儿爱吃的鱼儿，使用鱼肉捕鱼的过程有一点点漫长，需要耐心。别急，这才只是一个开始。当你抓鱼，你可能就会遇到一个新的一生之敌。不过我还是决定告诉你们一个小技巧，如果你学到了，就点个赞不过分吧。这里推荐在绿区抓鱼，抓鱼的时候长按 R 键开启泰克头盔的循环显示，使用木质笼子，没错，就是困人的那个。当鱼儿游到水底，就可以直接笼子套住，再使用鱼篓，这样抓鱼的效率就大大的提升。注意，尹忠只吃0.5倍以上的鱼儿，越大体积的鱼驯服效率越高，所以我基本抓1.2倍的鱼儿。可以准备一把弩和一些石剑来清理食人鱼，把装满鱼的鱼筐放进快捷栏，然后人物下水就可以给鱼筐补满水了。驯服尹忠的过程需要在白天进行，只有在早上的9点至晚上的9点期间，尹忠才会像妹儿一样的趴着睡觉，吃妹儿吃的鱼，像妹儿一样的睡姿，咱就是一只大妹儿咪了呗。正常的驯服流程，我们可以先将装满鱼筐的鱼放进0号键，趁尹忠在睡觉期间蹲着从他的背后靠近，直接按E喂食即可。喂食以后，尹忠就会立马进入隐身状态。同时，我们也需要先远离，等待他现身后再次睡眠时继续喂食。重复这个步骤就可以驯好一只尹忠了。这就是不用困龙房驯服的方法。流程呢也较为简单，就是容易遇到许多突发情况打断你的驯服进度，所以我们还是推荐你使用困龙房困住来驯服比较方便。经过我的多处测试，最终确定只有在这种有栅栏地基与墙的困龙房才可行。如果脚下是天花板或者是碰的地基，都容易让尹忠卡住身体。你们可以参照我这种4×4、3层高的困龙房，不过必须要全部搞实体的墙。如果使用门框这些会导致仇恨错乱，会在昆龙的上方让尹忠突袭，就能将他成功的引进昆龙房。引进昆龙房后，需要远离一次渲染范围，才能使其脱离建筑仇恨。仇恨脱离后，就算你站在墙边，他也发现不了你。我们开启头盔显示就能看到墙后的尹忠的情况。在他的睡觉期间，我们可以先跑到楼梯的中间，再蹲着下去喂食都可以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尹忠的一些机制。尹忠在睡觉期间被惊醒，驯养进度会直接清零，但没有睡觉的状态下发现也是不会掉驯养进度的。当你驯服的这只尹忠周围有其他的同类被惊醒时，驯服的这只尹忠驯养值也会清零。驯服尹忠只能从正背后靠近，别尝试从头部和尾部靠近。给尹忠喂食后，他隐身后的一段时间都不会有仇恨。正常喂食后，泰克飞起来离开即可，无需什么吉利符和仙人掌汤。尹忠很容易被建筑给卡住，遇到仇恨不丢失的情况，只能拆除建筑。尹忠在喂食一口后，进入隐身期间可能就已经睡眠了，但是他现身又会出现一个刚好睡下去的动作，但其实这个动作只是一个动画延迟，他现在其实已经是睡眠有那么一会儿的状态，所以你刚过去他就会刚好起身。我们可以使用驯服面板跟踪正在驯服的尹忠，来看清楚他是在移动还是在原地不动。如果是刚现身才睡眠，就可以放心的上去喂食，并没有什么1357睡得更久这种说法。尹忠睡觉的长短与时间流逝的速度相关。单机里如果设置了白天时间不流动，尹忠就不会睡觉；设置了白天时间流逝慢，尹忠每次睡觉就会睡很久。尹忠只吃0.5倍以上的鱼，为了0.5倍以下的鱼，驯养进度就会清零。三叶虫等鱼筐可以抓的生物不吃，尹忠可以被封神给嗲起来。好了，大家在了解以上的机制后，应该就可以很容易的驯服尹忠了，对吧？驯好的尹忠无需安具就可以骑乘，并且每只尹忠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护甲数值。高等级的尹忠护甲值几乎都
可以在100多以上，相当于一个传说的安具。影中和狼群一样拥有领袖的 buff， 一旦你成功驯服了一只影中，你就会想要另一只影中，因为这个影中在男女 buff 的加持下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技能，而且这个技能能够使范围内的所有成员生效。在男女 buff 的加持情况下，按 X 键就可以使用。男的为咆哮，使范围内的同类增加移速、耐力恢复速度和减少眩晕；女的可以使范围内的友军进入隐身状态，在内的所有友军都能进入隐身，包括人物。不知道 PVP 可否隐身进入别人的基地呢？影中的左键2拳挥动前置攻击敌方，同时会增加这个蓄力条。蓄力条满后增加攻速并附加一定的伤害。蓄力条满之后可以长按左键消耗蓄力条，释放一次猫咪重拳，造成5倍的伤害。使用猫咪重拳击杀了生物，会立即回满蓄力条。影中的右键阿尔法突袭，单击右键可以看到一个瞄准点，再按一次右键可以突进到这个目标的后方，并有几率使目标进入感电麻痹状态。我们在追踪某个生物时，可以双击右键来进行快速的突击。长按右键，你可以看到一个正在扩大的磁场。蓄力满或者主动松开右键，可以对范围内的所有目标挨个的突击一遍。这就是为什么被称为阿尔法突袭的原因。看上去像狮子狗，实际是一大师。不管是单击右键还是长按，都可以拥有击落骑手的能力。我想 PVP 模式中应该非常的好用。攻击影中的生物身上会获得一团粉色的雾气，在气体的状态下会持续的掉血。影中的 C 键隐身，隐身状态下会持续消耗耐力并降低移速，在隐身的状态下使用骑射不会进入仇恨，也不会现身。空格键跳跃，长按空格可以蓄力并指定方向跳跃，跳的距离非常的远，如果高度合适还会做出一个后空翻的帅气动作。呜呼！如果你觉得这些能力还不够，那么影中在碰到水之后会和脊背龙一样，拥有一个又湿又润的 buff。而同时在水里还不消耗氧气值，即便这个家伙是陆地生物，在水里的游泳速度也不亚于水下生物。什么？你觉得这些能力还不够？那么影中的睡姿就和沙广兽的坐姿一样，可以快速恢复血量至50%，能够让你满足了吧？